有人称它为越南版的夏威夷，因为拥有全球最美6大海滩之一，越南最热门的滨海度假城市。也有人称它为越南版厦门，因为山海相依。但它更令我想到的是中国的上海、深圳，前者的黄浦江夜景，后者的开放与速度。它就是位于越南中部的岘港市。在岘港，一件小事差点令我落泪。在阿叔闯越南第38集，欢迎和我探索这座拼命追赶河内胡志明的越南第3大城市。离开了前面3集的阮朝古都越南中部的顺化市，我搭车前往以南的岘港市，路程约90公里，票价约50元。岘港是越南第3大城市，仅次于越南首都河内和胡志明。进入岘港最明显的变化是，这里的高楼一下子变多了。经过2个小时啊，从顺化市呢就坐车来到了岘港啊。这里是一个好像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商场啊，这淋冒着雨跑进来的。看天气预报，岘港这几天都下大雨，我们看看到时候能怎么拍啊。所以反正现在去不了哪里，先看一下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大商场哈，还挺现代化的哈。越南本土电动车品牌吧，第一次看哈，叫 VinFast。我们在河内的时候也介绍过它的这个母公司啊，可以说是越南最有分量的一家公司企业。你看一下这个商场，越南的比亚迪啊。我不知道今天的越南是不是像过去的中国一样，拥有一辆汽车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。我能明显感觉到，在越南啊，它的中产阶级在不断的扩大。我看了一下越南最近3年的一个 GDP 增长率，2022年达到8.0%，2023年5.1%，2024年7.1%，可以说经济增长很快啊。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统计，越南的脱贫呢已接近尾声，向扩大中产转型。按照世界银行对于贫困线的一个定义啊，也就是每天的收入低于3.65美元来说的话，2023年越南的贫困率已经低于4%。国家呢已经从减贫转向了提质增收，扩大中产去发力。然后越南的国家统计局披露，2024年越南的雇员月均收入约为770万越南盾，也就是接近2500多元。那么同比增长8.6%，减贫接近尾声，收入和消费同步改善，新中产或者准中产不断的扩大。这里是Taiwanese Hot Pot， 台湾火锅，这很像海底捞的感觉。这家是 Taiwanese Bubble Tea Snacks。哦，这个是泰国餐厅吧？这里是韩国料理吧？港式糕点吧？港式小吃。哦，我走了一圈，我发现这个台湾的、泰国的、日本的、韩国的餐厅都有。我第一次来到越南的电影院，我感觉越南的物价，你在商场里面是一点都不便宜。2个这种丸子，大概2-3片肥牛，这个就20块钱，真的味道也很一般。这个4万5越南盾，大概13块5。OK， 到了在岘港开酒店盲盒的时间。哦，这么黑，我的天，这房间有点不太一样，卫生间还可以。房间是这样的。这个房间图片看着还可以，来到了以后感觉这个可能是格局的原因吧，不是很喜欢啊。明天再换一个房间。这个的话108块钱人民币。有个柜子，柜子有衣架，窗外是那个油烟管，哇，那个油烟味太难闻了。
好像遇上了越南的台风季啊，接下来好多天都下大雨，在岘港。其实不止在岘港，在整个越南，我看了一下胡志明，看了一下河内，看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啊，都是在下雨，下雨的概率都80%-90%的。我原本想着在岘港多玩几天，多拍几天啊，深入的拍一拍，也许我就待不了几天，我就要离开这了。这下雨的话也没法拍视频啊。现在出来吃个晚饭。你看好些的店铺是有3种语言的，英语、韩语跟中文，也可见除了中国游客多，韩国游客也多。这里啊，这个水都已经淹都已经没到我的那个脚踝那里了。这个雨下得好大呀，即便我有一把大伞都被淋得有点湿，所以先吃个饭。我会看到这家好像生意可以啊，它支持 Visa 跟万事达的一个支付方式。重点是它的菜单啊，它里面有越南语、英语、韩语跟中文，8.9万、7.9万、8.9万，这些是快餐吧，煎蛋加粤式蒸蛋加烤排骨饭，椰子水3.5万一个。大概是10块钱人民币。Yes。来了，这一个烤排骨饭啊，8.9万越南盾，大概是27块钱啊。春卷，还有一个煎鸡蛋，这个烤猪排，这个是春卷的蘸水。它这个还挺贴心啊，给了这个剪刀，就剪这个猪排的。来碗这个汤啊。这个汤好像是洋葱里面，你看这个饭的分量是挺少的，可能是因为我饿了。春卷就是健康又美味的一个越南食物啊，还挺热的，刚出锅的，就外面特别焦脆，里面是有一点玉米跟猪肉。甜口味的，这烤炭的气味好像已经融入到这个烤肉里了，挺好吃的。目前吃的春卷跟这个都不错。哎，越南春卷好吃，好像我在越南很多地方都吃过春卷，就比较少遇到难吃的。在沙巴遇到的那种1-2块钱一个的也很好吃。酱水是酸甜的，放了一点辣椒，还有大蒜在里面。我记得在河内吃粉还是吃饭，它都有一小篮子的蔬菜的，在这边没有这个习惯哈。感觉没太吃饱，点了一个空心菜，4万越南盾，12块钱。跟中国一样，这里也是先大蒜炒香了，然后再放空心菜进去的，好像有点咸啊。应该是还放了一点点糖的。空心菜的话有一股烤生蚝的味道，应该加了一些蚝油进去。在岘港的第2天，换了一家旅馆，昨晚那家住的不是很舒服。这是酒店的门口，下面是一个咖啡厅。这家青旅难怪评分这么高啊！这服务人员特别热情，而且笑容满面的。这的环境也很不错，你看很多数字游民吧。这里是一个挺雅致的咖啡厅啊，喝茶喝咖啡啊。明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豪华早餐啊，它是带豪华早餐的，65元一碗，2点钟才能 check in， 所以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他还送一杯茶水。青旅旁边的一家越南餐厅 Vietnamese Restaurant， 吃个午餐。菜单主要都是12万、13万的这个河粉或者是面啊，还有这边的炒饭。这个是买单的凭证啊，它里面有越南语跟韩语，就这2种语言，没有英语。看来这个越南还是因为韩企的入驻啊，
这个韩国的顾客是真多呀。这里的环境还不错啊。这份牛油河粉是10.9万吧，大概30块钱人民币。今天是周四，要发一个视频，所以就简单匆忙的吃个午餐。这个味道还可以啊，一点小青菜，还有豆芽。这个豆芽感觉有一股清甜的，像河内18、19、20块钱的那个牛油河粉，又好吃，然后牛肉分量又大，这样显得这个就性价比不高。点点，这个是肉饼。其实，在阿束旅行的路上，有1/3甚至一半的时间啊，就在这种酒店青旅里面吭哧的剪视频。我现在在岘港的一个青旅里面被大雨困在这里了。我妹妹说你解锁新的身份了，我当舅舅了。哦，还是双胞胎呀。这是弟弟，这是哥哥。我估计我爸妈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了。我此刻的心情特别感动吧，流下了舅舅的眼泪。岘港的一个商场，既是在这里购物，也在这里躲雨。Do you know how to say hello in Chinese? Which city? Hồ Chí Minh, Đà Nẵng, Quảng Nam. Oh. 你来Đà Nẵng，阿姨Quảng Nam。从昨天到今天啊，岘港一直下大雨，人都往这种室内商场里藏着了哈。各国的口音在这里都能听到，最多是韩国人，好像。你看上面是卖这些成衣的啊。回想起我这个大概，我小时候啊，我们这个镇上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商场。后来这种比较接地气的商场都被那种大商场取代了，那种大商场就感觉挺无聊的。下面卖越南特产腰果、咖啡、饼干，没地方去啊，下雨了哪个地方都去不了，只能来逛逛这样的室内商场了。所以这边的这个导游都已经开始直播了，他说因为岘港现在到了雨季了，都没有订单了。这可太像我小时候县城上的那种商场了，位于县中心的哈。卖包包、行李箱。这些仿名牌包包，顾客最多的好像就是这些卖仿名牌包包的摊位前。哦，可以。在雨中逛一逛岘港，前面就是岘港。哎呦，好滑呀这地！前面就是岘港鼎鼎有名的龙桥啊，在每周5到每周日呢，它晚上9点会有一个喷火的仪式啊，很多游客被吸引来看啊。看一下岘港傍晚的景色。这么说吧，岘港这种高楼是真的算很少的。你看它最漂亮的市中心的地方，高楼的话也才那么几栋啊。像中国一些小的地级市，它的江岸边的那个高楼都已经远远超过这里。但是这种高楼大厦也代表不了什么，有时候它还让整个天际线看起来很压抑。城市学家吧，他就提倡真正的好的城市不应该建那么多摩天大楼。
从昨天下午来到岘港到今天傍晚啊，这个岘港雨一刻没停过，哇！而且不是小雨，而是那种常常是那种倾盆大雨的。现在雨算小一点了，有时候雨大的时候，感觉那个屋顶都被砸得噼里啪啦响。这蒲葵吧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好像是假的一样，但它就是真的。我曾在中国北方啊，这个大雪纷飞的时候也看过类似的蒲葵，但是北方显然是假的嘛。这个雨下大了，这个龙桥亮灯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龙桥亮灯了。哎呦，这雨越下越大了，感觉好冷。这摩托车也真是勇嘛！这么大的雨，而且开得好快。就来这家吃饭吧。这个糯排骨饭18万，大概50多块钱。糖醋排骨饭也是50多块钱。今晚依然是这个烤猪排饭，也是27块钱左右，还有一个这种温泉蛋，性价比啊。昨晚那个还有2个春卷，双甜水，右边的可能是鱼露。在越南第3大的城市，越南中部的岘港，第3天的早上，我们看一下在岘港65元含早餐的青年旅社是什么样的吧。洗手间是公共的，是有电梯上来的，2个这种卫生间，还有2个洗浴房，这里冲澡的，洗发水、沐浴露，还有个衣架，这是刷牙的地方。这个青旅有不少的公共办公空间，这一点我比较喜欢，方便我这样的数字游民随时工作。青旅有2个套餐，一个是不包含早餐的30块钱左右，包含早餐的话60多块钱，也就是这一顿早餐30块钱。我们来看一下吃到什么。这个有调味酱，这是什么？65块钱包含早餐，百香果、李子、木瓜、是果汁、各种面包、黄油。煎蛋好了，里面有洋葱、西红柿，还有火腿，我还叫了一碗牛肉河粉。用餐环境也不错，这个是牛肉河粉哦，河粉就一片牛肉哈，他们这里节俭。这个鸡蛋里面好像是沙拉我都没洗漱一下来了，因为我怕过了9点钟他就早餐收了，睡得比较晚。这个汤汁是酸甜味的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下面土豆上面好像是有一些培根，加了一点可能是番茄酱吧，或者辣椒酱的一个河粉，吃不惯，酸酸甜甜的河粉还是第一次吃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我现在心情有点激动啊，因为等了3天啊，这是我来岘港的第3天傍晚了，终于等到雨天了。岘港向我们露出了它蓝调时间啊最秀美的一面啊。这3天来可以说是被憋在房间里面，哪都去不了，就在青旅那里剪视频啊。如果你对于这个风和日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你可能见到这样的景色不以为然，但是如果说天天下雨，突然来一下这个雨过天晴的感觉啊，真的心情挺好。昨天我们也来了哈，这里大雨瓢泼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除了我。
今天就开始看到市民在这里拍照了。就蓝调时间啊，天空是蓝的，灯光是黄的，所以就蓝橙交映，冷暖对比，所以就显得很舒服的颜色。看一下龙桥，它到9点钟会喷火吧？我们今晚蹲一个喷火仪式。这下面有一些石头，看，华灯初上的越南中部城市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夜色多美，波光粼粼的啊，灯光倒映在水上，呈现出五颜六色的。前面龙桥呢也变换各种颜色，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。你看它变色了哈，它变色是这个渐变的一个过程啊，挺好玩的。夜游岘港，你看远处的游船。龙桥就属于是岘港的景点地标了，所以走到龙桥上看一看。我在岘港前后住了很多天，大概有7、8天吧。然后我就发现岘港最漂亮的，我最喜欢逛的这个城市区域呢，就是这个河流两岸。那么这条河叫杭江，它的宽度约900到1200米，水深4到5米。它距离入海口是很近的，然后向北流大概9.8公里就到了岘港湾了，也就汇入大海了。它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城市通道跟港口功能。杭江呢是岘港的母亲河，它见证了岘港从法国殖民时期到现代都市的转型。江上呢有多座标志性的桥梁，构成了岘港重要的交通和城市景观结构。资料显示，岘港市政府呢想要将河畔两岸打造成城市中心、行政办公区、文化旅游门户、国际会议和金融中心等多功能一体的都市轴带。难怪我就觉得这里这么漂亮。刚看了一下地图，这是一条叫汉河的河，前面就是出海口了。这3天我换了2家住的地方啊，住的地方在居民区啊，都是一些3、4层、4、5层的小楼房啊，你感受不到岘港的一个这种城市的气魄。而当我走在这个龙桥上的时候呢，它作为那种国际大都市的这个苗头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哈，多少有一点那种大城市的一个雏形了，大城市的气质了。因为看到的景象呀，这种欣欣向荣的一面。我是从广西东兴入境越南的，
第一站是越南芒街，然后往南到了下龙市，再到河内，又因为镜头维修的原因，又回到了这个中越接壤的老街省，回了一趟中国河口县。那么从河口县又去了沙巴，又回到河内，然后去了宁平，又因为牙齿的原因回国拔了一颗智齿，然后又从国内回到河内，那么从河内又到了顺化，到了今天的岘港。可以说在越南已经玩了接近2个月了，但是岘港的这一面啊，可以说还是给我挺大的这种感触的，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那么的现代繁华的越南城市，哪怕河内我觉得都没有像这个杭江两岸这么漂亮，这么的现代化，这么的这种灯火璀璨啊，很像大都市。所以我当时站在龙桥上，我觉得哇，越南，然后就让我想到无论是国内外啊，很多的这种国际学者都看好越南，觉得越南经济将崛起，将腾飞，将超越谁谁谁，这种论调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啊。在这些年，我相信有人会说啊，像中国的这种哪怕4、5线城市拿出来都能跟岘港差不多的样子，这确实也是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这种在越南感受到的是那种蓬勃向上的这种活力吧。它可能跟其他国家相比，它还是一个追赶的状态，但是它的速度呢，还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刮目相看。再看一眼啊，在龙桥上往出海口的方向，看一下岘港，越南的深圳，最开放的城市。它应该是仅次于胡志明跟河内的一个越南最大城市。大概再过2个小时吧，就能看到它喷火了。到时这里应该是站满了人的，来这里拍照，因为这个是岘港的名片了，最为人所知的这种城市仪式感啊。从龙头的位置下阶梯下来，看到的就是很多游客在江边散步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地标。这个雨停了，感觉今天是周5啊，然后因为雨停了，我感觉整个城市很多人都出来了，因为连续下了好多天雨啊，都被关在室内卖榴莲，一个狮子喷水啊。在江的这一侧好像是有很多美食街、美食夜市这种的，热闹许多，比那边。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岘港的另一个地标，位于杭江东岸的龙鱼喷水像，高7.5米，重200吨，是由整块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，是2015到2016年建造的，由越南工匠设计，灵感呢参考了新加坡的鱼尾狮，但造型更贴近越南文化。头部是龙，身躯是鱼，寓意着鲤鱼化龙。在越南民间传说中啊，鲤鱼跃龙门化为龙，代表奋发向上，顺利成功。岘港是把它作为城市发展和国际交流旅游开发的一个象征。排队拍照的人挺多。我是过了几天才了解到这座桥还挺有来头的，它是一个地标嘛，它叫爱情索桥。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铁栅栏上面有一个一个的爱情锁。
这里也是游轮的上船点。圆的地。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了解到，我主要是在中国旅行，所以呢，当我来到越南，我就看到大量的这种欧美游客或者说国际游客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，为什么国内就是虽然很多景点呢也是人山人海的，但是主要是以这种国人为主嘛。在越南，不止河内也好，或者岘港也好，哪怕接下来去的胡志明啊，它的国际游客都非常多，我觉得。这一条街车水马龙的，呈现出可能是岘港最繁忙的一面啊。就是这里的话，各种所谓的高档酒店林立，各种餐厅啊。看到一家叫川渝在线海鲜川菜火锅，这艘船原来有这么多的店铺啊，有 KTV Club， 有 Restaurant。现在再走过这一座桥，又回到我住的那一河的另一岸了。看到一些家长开着摩托车把小孩载出来了吃完饭了，然后来这里玩一下。咱们看一下这些高楼啊，主要就是这个酒店啊，你像希尔顿酒店，哎呦，好像受伤了呀，跌倒了。像我左边大概500米就是刚才走的龙桥，现在是它对面的一座桥。这两座桥合起来的地方，我感觉就是岘港的中心了，基本上是市中心啊。放的中文歌啊，可以。3天3夜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影片呢，我们将探索岘港最核心的景点，还有这里最地道的美食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